本期视频呢是新式神龙的一个实战的一个视频。不过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要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，龙这一只式神在 PVE 里没有任何用处，是一张纯斗技卡。如果你是只玩 PVE 的话啊，你就随随便便补一个图鉴，就不用给它喂黑蛋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例会，还有建模，还有点触语音啊，日配和中配分别怎么样吧。有一说一，我个人觉得它的不管是例会还是建模也好，都非常的普通啊，就突出一个，我觉得没特色。这只式神在我看来，它背后的蜥蜴反而更有特色一点啊，它本身特色比较少。来听一下它的语音。是一个比较阴柔的男性声音，来中配我们也听一下。想劫持一下我的小同伴思思啊，别靠太近，他的脾气随我，捉摸不到。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八爪，我牵头的思思，都是我们的一员。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中配要更好一点，当然这也是个人觉得。那既然说到了个人审美，虽然这一次龙的例会很一般，但是我这里已经被剧透了另外两个式神，一个是湍金鸡，一个是白容易的例会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湍金鸡和白容易的例会在我这儿感觉特别好看啊，就是龙的比较普通，另外两个我后面可能还稍稍的期待一下吧，尤其是湍金鸡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过呢，白容易虽然我说它例会很漂亮，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它的设定是男性啊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美男子的设定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龙的技能。从它的面板就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不是一个走输出流的式神，是走一个速度防御流的式神啊。那么它的技能都是些什么呢？普攻，没有什么屌用的普攻啊。总而言之，祝屏幕前的大家都不要加到普攻哦。二技能会让你先机获得4层戒备啊。然后如果自身身上没有这个叫做龙之气的护盾，有1层戒备会自动转换为这个叫做龙之气的护盾。然后呢，每1层戒备可以降低敌方全体40%的暴击伤害，但是降低值不会超过敌方目标初始暴击的80%。主动释放2技能可以增加戒备的层数。如果你的暴击没有40点啊，它会额外给你1层戒备的层数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暴击达到了120点，那么你一次性释放2技能就能获得4层戒备。我现在是100%的暴击啊，那么我现在是可以释放一次是获得3层戒备。最后戒备的层数越高，3技能的输出就越高。打一场2技能的实战给大家看看，这样大家就会理解得更清楚一点啊。开局龙先机给自己4层戒备，然后有1层戒备直接变成了1层盾量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打的不是怪物，而是真人斗技的话，对面全体就会被直接先机扣掉3层戒备的暴击伤害。不过虽然可以先机扣敌方全体的暴伤啊，但是像神蛇这样的式神，它先机附带一个免疫的效果，所以神蛇是能直接无视掉龙的扣暴伤的效果的。接下来如果我们主动释放2技能，就可以补充戒备的层数，上限达到4层。戒备的层数越高，敌方全体降的暴伤就会越多，3技能的伤害系数就会越高。那么我们的戒备层数要怎么才能掉下去呢？其实戒备层数不会随着回合数而下降，如果对面不打我们，这个戒备的层数永远都会是4层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龙行动层数永远不会掉，只有等对面把我们的盾给打掉之后，它才会掉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 OK， 打掉我的盾，戒备层数就会立刻消耗1层，立刻把这一个盾量给补上。然后我再被盾再打掉我1层盾，
戒备层数也是立刻消耗，立刻又把这个盾给补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的龙的戒备还没有用完，我就是一个一直都有护盾的角色。怎么样？二技能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三技能。三技能是一个真实伤害效果，这个真实伤害不触发自身御魂，不触发敌方御魂，也不触发敌方的被动啊。释放三技能的瞬间，可以给敌方全队造成一个吃龙防御力加成的真实伤害啊，并且呢，可以给我方的一位式神一个2回合的叫做护航的 buff。拥有护航 buff 的我方式神，如果使用鬼火技能啊，那么使用技能的时候，龙会拉 15% 行动条，并且消耗的鬼火减少2点。如果他在回合内不使用鬼火，比方说他用普攻啊什么的，那么他会邀请龙进行一次全体真实伤害的协战。我们来实战看一下，龙的三技能无法给自己，也无法给阴阳师，只能给场上以外的4个友方。这里我们先给白蛋一个三技能，释放三技能的瞬间，龙进行一次全体真实伤害啊。然后龙的三技能在场上只能给1个友方。如果我们重复释放三技能啊，把三技能再给不知火的话，白蛋身上的三技能的 buff 就没了，就转移到不知火身上了啊。这个时候，不知火在龙的三技能的加持下，原本要2火才能释放的三技能，现在不用鬼火就能释放了。来，然后由于我们没有用到鬼火，龙又进行了一次协战啊。来，然后我们龙再给不知火补充一个三技能，看看不知火的2连动能不能触发2次三技能。很明显不行啊，只能触发1次龙的三技能啊。不知火虽然不行，那元劫神行不行呢？来，一下，2下，很明显元劫神是可以的啊，因为他说的是每回合只触发1次，元劫神给的是真回合，而不知火的是伪回合。看完刚刚的录屏呢，我个人觉得你对龙的技能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不过我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文字总结啊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截一个图自己慢慢消化一下。技能已经看完了啊，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纯斗技是神。那其实我又不怎么玩斗技啊，我对斗技又发表不了多少评论，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板上钉钉的实打实的结论啊，就是龙挺克制那种一波流的阵容的。在这里请大家欣赏一段我的直播录屏，我就把炎灵下了喽，为了让对面有更好的输出，我才把炎灵下了的。本来是炎灵，本来带炎灵对面会更难打一点，我这个是为了让对面好打一点，体现一下把天照的输出全部体现出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好，我不推你，我让你多打一下。爆了，金发女路人真爆了，金币真爆了，根本挖不动的。而且刚刚的天照的面板可不低，面板是这样的一个天照啊。总而言之，他挺克制这种挖土式神的。但是说归说，他虽然能先手降低天照大量的爆伤，但是我神蛇可不吃你这一套啊！你如果想来打一波流的话，其实上神蛇基本上就能把龙给秒了的啊！我也放这一段录屏给大家出来参考一下。磕不了大蛇，这个你蛇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啊！来啊，打一场实战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一局呢，我是上的一个炎荒的阵容，然后上了鬼吞还有龙，提升一下队伍的坦度，看一看能不能扛住对面的虚佐。
对面的须佐是想先把我的罗罗锤带走，先让我断火啊！但是我们不要急，龙补充一下层数，现在4层戒备了，4层戒备，对面的爆伤基本上被我扣了一大半了。然后我现在还给对面上了3点异火，再给通讯录上一个迁徙，这对面完全没火用了吧这？但是我罗罗锤被打掉了，我也要断火了。看一下对面要怎么行动。OK， 他拉的小鹿男啊，小鹿男把我荒给创下去了，没创到底就好，没创到底荒就还有伤害。来看看须佐他打谁啊？我去！这减伤有点厉害的呀，这减伤，这须佐的面板可不低哦，兄弟们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啊。OK， 不过我天机还是被他一个天威带走了。通讯录应该要把我的荒给创到底了。哎，那现在荒没伤害了。我给鬼吞补充一个3技能啊！等一下，鬼吞自己也能输出的同时，龙还会斜战鬼吞输出。哎呀，怎么回血了？哎呀！不急，来一下龙斜战，来神乐，再来啦！你通讯录数不数啊？我给他通讯录带走了就行了。然后这龙的斜战还把千机从那个雷种里面打出来了，哎，然后千机罗罗锤一插，又可以进行打火了。这局应该是拿下了。然后又到了龙的回合，龙我把3技能给千机，然后千机我这边我觉得可以直接拔罗罗锤了，拔罗罗锤造成一段伤害，然后龙又造成一段真实的斜战伤害，应该对面就被我带走了。来，哎，可以，这局就没啥悬念了嘛。还要继续吗？对面已经退了886。总而言之，龙就是这么一只式神，可以说是一张斗技策略卡吧。斗技里有克制他的式神啊，也有他克制的式神，感觉是一个强度还可以的一个策略卡。以上就是个人的评价啊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后面呢，我还会给大家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攻略的，也请大家保持期待。最后祝你欧气满满，身体健康，再见。